瑞典如约首秀，强势拦截俄军战机，捍卫波罗的海空域安全。美国经测试 XM-1299增程火炮正式被取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美国的远程炮兵火力又将如何实现？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和分析。北约新成员瑞典已正式接受北约总部指挥，加入德国和比利时机队行列。3月11日，首次以北约成员身份参与北约任务。当天，鹰式战机2次紧急升空，拦截俄军战机，捍卫波罗的海空域安全。据北约对外透露消息显示，11日一整天，北约的雷达系统先后2次探测到不明飞行器，于是北约指挥部随即下令，让前往轮调部署波罗的海执行波罗的海空中巡逻任务的比利时空军 F-16 以及瑞典空军的鹰式战机起飞拦截。最终经确认，2架不明飞行器分别为俄军的图134专机和 AN-26 运输机。北约战机在伴随着2架俄机离开北约空域后，才各自返回基地。瑞典3月7日正式加入北约。3月11日时，其在布鲁塞尔举行入盟仪式。此次瑞典空军的强势拦截，证明其已投入北约空防行动，展现了瑞典空军与北约部队作战的互通性，也将进入 BAP 任务轮调，共同承担波罗的海空域安全，遏制俄军的扩张，保护北约东翼安全。龙火激光武器，英国50千瓦镭射武器龙火在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靶场首次完成空中目标拦截测试。发布的视频和图片已经证明，激光可以烧穿迫击炮弹。据悉，若是龙火激光武器后续进度顺利，有望于5年内正式服役，从而大幅提升英军陆基与海基防空战力。美海军采购比贡火箭。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正考虑采购韩国比贡火箭来对付无人机和无人艇的集群作战。具体情况是自2023年以来，LIGNEX-1参加了由美国政府主导的比贡火箭4次外国比较测试 FCT 演习。同时在2024年还有2个 FCT 计划，若是成功通过这些测试，比贡火箭就有可能被批准。比贡火箭的根源是美海军的低成本导引火箭 Logger 计划。LIGNEX-1公司依据 Logger 火箭的性能规格研制出了比贡火箭，其拥有2×18的发射器，可携带36枚火箭，每发报价3万美元，安装在6×6卡车上机动，是韩国海军陆战队海岸防御战略的重要武器，可对付抵近的快速近海攻击艇 FIAC、登陆艇以及登陆车辆等威胁目标。BAP 任务源于2004年，是北约集体防空系统的一部分，执行者在北约成员国之间轮换。因苏联解体造成的波罗的海3国财政困难，没有足够资源维持空中武力，波罗的海这片区域就成了北约在空防上的一个漏洞。而在北约设立之际，通过整合各国空中监控、拦截等任务，搞出了一套集体空中防御体系，即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作用非常强大。即便是一些没有空军战机编制的西欧小国，也可受惠于 NATI/NADS 系统，取得必要的空防情报。盟邦内所有成员国都加入了这套系统，所以为了填补空防漏洞，在波罗的海3国加入北约时，北约各盟国就决定将国内战机轮调至此地进行驻防，确保北约空域的完整性、安全性。部署需要的相关经费则由波罗的海3国支付。自2004年3月30日起，北约各国空军就开始驻扎在了立陶宛的西奥利埃机场，然后以3个月为单位轮调一次。驻防单位为4架战机和50到100名地勤人员，任务是为对无法识别的飞机进行拦截作业。如第一批执行 BAP 任务的就是4架比利时 F-16 战机。本以为这样的部署力量会一直下去，但2014年俄罗斯侵占了克里米亚，出于对北约东翼盟国的保护，北约修改了 BAP 计划，即决定增加波罗的海执勤部队的规模。截止目前， BAP 小组已扩大至3支战机分遣队，分别部署在立陶宛的西奥利埃空军基地、爱沙尼亚的艾玛利空军基地以及刚加入的拉脱维亚里耶尔瓦尔代空军基地。像此次事件一样，俄军战机在往来本土与加里宁格勒时，总是不打招呼、不报备，也不开启机上讯达器，且刻意接近或进入北约领空。因此，在轮值的 BAP 小组的机队经常会紧急升空进行拦截，
并识别与追踪俄军战机。如2021年7月29日，北约战机就因同样的原因拦截了俄军战机。当时的 BAP 小组由西班牙的台风战机和意大利的 F-35战机组成，其成功在波罗的海国家领空附近国际空域拦截、识别和跟踪了俄军2架伊尔 22PP 电子战机、1架苏24攻击机以及1架伊尔76运输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伊尔 22PP 是北约第一次在该地区拦截。该机主要装备有新型秋葵侦察有源干扰系统，最大特征是机身两侧对称安装的4个大型整流罩，内置 L415 电子对抗天线。其由伊尔 2M11 通信指挥飞机改装而来，是一款专门针对敌方雷达、电子制导系统以及无线电通信设备进行电子侦察、干扰和攻击的战机。与俄军旧式总是互相打架的干扰系统相比，伊尔 22PP 最大的优势就是其搭载的电子战系统不会影响到俄军无线电电子系统的运行。也是从那时起，北约加强了针对俄军电子战的能力。如美军第52远征作战群的 MQ 死神9无人机早已部署到靠近加里宁格勒的北约空军基地，并携带了最新型的电子侦察吊舱，可对俄军进行监视侦察与情报搜集。由此可见，北约的 BAP 小组早已成为防御俄国扩张的最前线，针对的对象就是俄军部署在这里的波罗的海航空舰队，以及加里宁格勒和俄本土的战斗编队。北约会定期通报在 BAP 责任区完成了拦截和伴飞俄军飞机任务情况。同时 BAP 任务也反映出北约盟国之间军事合作的程度非常深，无论是哪国的海陆空军事力量，即属于本国，也是北约整体下的一部分。北约对其拥有管理指挥权，这不仅可以解决防御问题，保护特点空域，如有必要甚至可以打击俄军军事目标，为北约保护波罗的海空域安全、反制俄军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当然 BAP 小组只是北约保护东翼安全的冰山一角，其主要是通过提升波罗的海周围国家的防御能力来提高东翼安全的。其他防护措施，2017年北约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建立了4个营级的多国作战小组，其分别由英国、加拿大、德国和美国领导。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这个军事组织加大力度，又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建立了4个作战小组，并开始要求各国增加国防预算占 GDP 的总值，目标是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到南部黑海的北约国家实力成倍增长。这些部署在波罗的海的北约部队将起到挡路作用，为其他成员国发送警报、求援提供时间。此外，西班牙近期也在爱沙尼亚艾马利空军基地部署了 NAS-AMS 导弹系统与8架欧洲战机。作为其履行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部分承诺，波兰则计划在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增援约1万名士兵，其中包括4000名特种部队士兵以及近1000名派往苏瓦乌基走廊的工兵营士兵。可见，北约对东翼的保护不仅是在加强波罗的海各国的防御能力，而且也在压制和孤立加里宁格勒，从而使北约东翼更加安全。那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俄罗斯有哪些反应行动呢？50亿欧元援乌。据自由时报报道，为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军侵略，欧盟27个成员国14日达成协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这笔资金来自欧盟的欧洲和平机制 EPF， 该机制成立于2021年，旨在为欧盟在危机和冲突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欧盟这笔资金表示感谢和欢迎。Altius 700M 实弹测试公布。3月14日，安杜利尔公司 Enduro Industries 发文称，阿特斯 Altius 700M 扩展了安杜里尔的游荡弹药产品，增加了更大的穿透弹头，可以杀死装甲目标和基础设施，成为当今最致命的战术游荡弹药。从发布的视频也可以看到，一架阿特斯 Altius 700M 击中了模拟的俄军山毛榉 Buk M12 地空导弹系统。与阿特斯 Altius 600M 相比， 700M 的弹药有效载荷能力达到了33磅，可与地狱火导弹相媲美，可对大型装甲目标进行高精度、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在航程上， 700M 的航程可达100英里，持续飞行75分钟，可为作战人员提供更长的对峙距离和更长的驻地游荡时间，以定位目标并提供动能效果。总之，携带弹头的阿特斯 Altius
700M 重点在于其执行动能交战的能力，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集群协作作战，700M 将提供与其尺寸不成比例的作战效果。在波罗的海方向，俄军早早就建立了一支强化部队。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一直被俄罗斯认为是前沿坚固堡垒，因此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活动，俄军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强化。据悉，这里不仅布置有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其射程可覆盖波兰、匈牙利、捷克，甚至是奥地利的首都，还加强布置了 SSC 5顶堡、SSC 1萼片等导弹系统，射程分别为300公里和450公里。同时，驻军兵力也增至18000人，编入第11集团军所属单位。同时，俄军还在这里部署了苏 30M、苏24和苏27等战机，并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战舰数量增至52艘，其中包括装备口径对地攻击导弹的布扬级护卫舰和基洛级潜艇等。尤其是俄罗斯重建了莫斯科加里宁格勒军区，并派出多支部队驻扎，其明显是想将加里宁格勒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城堡，当做 A2AD 的前哨基地，以阻拦北约在波罗的海一家独大的情况。在防空上，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的防空系统还可与白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以此来封锁整个波兰、立陶宛的空域。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波罗的海地区大搞军事演习，与北约打擂台，在提高该地区的影响力的同时，保持部队活性。如海洋之盾2023演习，就是检验俄海军在重要地区的战备水平，同时也检验各级指挥部的协同作战能力。总之，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越发激烈，但就整体水平而言，明显是北约实力更强。俄黑海舰队与乌克兰打已经名存实亡，那波罗的海舰队与北约打是不是也将覆灭呢？那个创美国陆军榴弹炮射程记录的 XM1229 没了。据美国国防新闻报道，美国陆军部采购、后勤及科技副部长道格布什8日证实，基于增程火炮炮兵系统项目而研发的 XM1299 自走火炮，经测试发现它达不到量产需求而宣布取消，成了24个美新陆军系统中唯一一个未能实现的计划。是什么原因让美国陆军放弃量产的呢？本来美国陆军是想凭借 ERCA 项目生产一种射程和射速都有所提高的火炮，来夺回炮兵优势的，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2016年，皮卡汀尼兵工厂将58倍口径155毫米的 XM907 炮管安装在了 M777A2 牵引式火炮上，进行了 ERCA 相关试验。2019年 BAE 系统又根据 ERCA 项目要求，基于 M109A7 底盘开发了一种155毫米自行火炮，也就是 XM1299 自走炮。在2020年的测试中，该炮使用神箭炮弹成功击中了69公里处的目标，超过了当时 M777 牵引式榴弹炮射程的2倍。本来按计划，美国陆军首批将生产20门 XM1299 原型，其中2门用于进行各种具备破坏性的测试，18门计划组成远程火炮营。但是在1年前的测试中，道格布什表示 XM1299 原型车辆的58倍镜长管炮的寿命比预期低，在射击了相对较少的炮弹后，身管就出现了过度磨损状况，美陆军估计就是因此选择放弃 XM1299 的量产。当然，美国陆军并没有完全放弃 ERCA 计划，仍需要一种能在敌军射程外向目标开火并摧毁的火炮系统。如今，美国陆军已要求在2025-23年预算中拨款5500万美元，来用于寻找这一火炮系统。同时，美国陆军还将继续在增程式火炮计划的范围内开发新的弹药，来提升远程炮兵火力。如美国陆军此前要求， XM1299 具备发射射程超100公里的 XM1155 制导炮弹。XM1155 是一款155毫米远程精确制导炮弹，由1299的研制方 BAE 系统公司与雷神公司、荷兰 TNO 公司以及波音公司、挪威纳莫公司组成的团队共同竞标。其中 BAE 公司的设计方案是一种安装了远程精确制导套件的155毫米次口径炮弹，在该套件中将安装 GPS 传感器，并会与控制翼面相结合，使炮弹能在飞行过程中具有机动能力，同时还具备与现在、未来所有火炮弹兼容的能力。据 BAE 系统公司宣称，其在过去几年里完成了100多项该炮弹的测试工作，
2022年的测试中，其成功摧毁了110公里外的目标。而雷神公司、荷兰 TNO 公司以及波音公司、挪威纳莫公司则另辟蹊径，拿出的 XM1155 炮弹方案都采用的吸气式固体燃料冲压发动机。以雷神公司、荷兰 TNO 公司的方案为例，其 XM1155 炮弹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能使用现有的52倍镜155毫米榴弹炮发射，最大射程就能达到100公里。采用惯性制导加 GPS 卫星制导的复合制导，配备有相应的弹道修正引信，其在最大射程时对目标的原概率误差要小于30米，弥补了因装备冲压发动机后炮弹装药量较少带来的有效杀伤破坏范围较小的问题。不过与 BAE 公司的刺口径远程炮弹方案相比，采用冲压发动机的 XM1155 造价更高，就是不知道美国陆军会最终选择哪款炮弹。目前3个方案正在进行审查，等通过后 XM1155 炮弹就会进入下一步测试。好了，关于瑞典强势拦截俄军战机，捍卫波罗的海空域安全，以及美国取消 XM1299 增程火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同时，美国的远程炮兵火力最终会选择重新搞一个火炮系统，还是选择研发新式炮弹？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